西周，生日快乐！你看这个礼物，你喜欢吗？今天是陆西周的生日，我只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流产，第2件事就是给我的丈夫送生日礼物。金哥，这是什么？当然是你的孩子啊。圣之哥，那也是你的孩子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陆西周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这就是你杀人的惩罚。其实，在我和陆西周还没走入现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关系之前，我们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。陆西周是我们家资助的孤儿，从小和我一起长大。他性格孤僻，可对我特殊，会因为我随口一句走累了而蹲下背着我回家。他也会在我把姨妈弄脏裤子的时候替我洗干净，还会跪在我爸妈的面前发誓，会用一生守护盛家，守护景哥。可是就是这样好的陆西周，亲手将我爸送进了监狱，又查封了我盛家，逼得我母亲含恨而终。陆西周，我求你放过我爸爸，真的没有强暴林心妍。判决体现的是正义，法律不会欺骗任何人，你应该学会接受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西燕因为盛叔叔的原因，患上了严重的心理创伤，这是你们盛家欠的，我作为你的丈夫，必须对他负责。为了林心妍，身为最大律师事务所的幕后 boss 陆西周，将我无辜的父亲送进了监狱，这样又为了林心妍一次又一次的折磨，我恨不得将他咬死，碎尸万段。盛之哥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没有。陆哥，我刚刚梦到那天晚上被强暴的事，我好害怕，你来陪陪我好不好？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陆西周，这次我会彻底离开你。顾言白，我考虑好了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顾言白，15天之后我会去抢婚的，但作为帮你逃离联姻的条件，你要帮我把爸爸救出来。顾言白，15天之后我会去抢婚，但作为帮你逃离联姻的条件，你要帮我把爸爸救出来。如你所愿，我在阿马尔菲海岸等你，不要让我失望。顾燕白，一个我从小斗到大的死对头，在我众叛亲离、跌落尘埃的时候，唯一向我伸出援手的，竟然只有他。好，我会尽快办理签证。太太，你之前预定的鲜花已经准备好了。妈，我来看你了，你放心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真。谁让你来？
盛景哥，今天是你母亲的忌日，我作为女婿，于情于理也应该过来拜祭一下。陆西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女婿啊？在我妈的忌日，带着她最讨厌的花，还有她最恨的人过来，你是嫌她在底下还不够安心是吗？花是夕颜买的，这是他的一片心意，一束花而已。你有必要想替他做吗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无理取闹？什么叫一束花而已？陆西征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妈花粉过敏吗？阿姨，几哥跟我说您对花粉过敏，这个是百合，味道清淡，我叫人专门把里面的花蕊给处理过了，您就能放心。有西周这么细心的孩子呀，以后我们景哥嫁过去，不知道会被宠成什么样子呢。我平时工作太忙，这种小事我怎么可能记得住？盛小姐，我是真心来祭拜伯母的。行啊。盛景哥，盛景哥，盛景哥，这才是祭拜！盛景哥，盛景哥，你住手！他只是想来道个歉而已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？我不过是让他的祭拜更有诚意一些，这也有错。盛景哥，你不可理喻。老公，我的头好痛啊！妈，我会为爸爸洗清冤屈的。你好，请问签证什么时候能下签啊？正常情况下1周左右。还有1周，我就可以离开陆西州了。西燕额角的伤疤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可能会永久性留疤。他那么丑，留不留疤有什么区别？再说了，就那么点小伤口，再晚点去医院都愈合了吧？还留疤？他也就骗骗你。盛景哥，你说话客气点，你必须补偿他，弥补你的过错。补偿？陆大律师，你现在是以丈夫的身份请求我，还是在以对方辩护律师的身份通知我呀？他可以告你故意伤害。求之不得呢。我等着他的传票，最好由你亲自来挺身，就像当年你对我父亲那样，让我再欣赏一次我们陆大律师是如何在法庭上大义灭亲的。盛景哥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说话一定要这样。陆西洲，我的丈夫早在2年前，在庭审上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把我夫妻送入狱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你做了那样的事，居然睡得着觉。仇人头，我当然睡得着。心疼夕颜小姐姐被这种疯女人欺负，陆大律师，赶紧跟他离婚吧。盛家都烂透了，女儿果然也不是好东西。舆论的影响很大，明天我会召开一场道歉发布会，你必须当面向夕颜道歉，这是将影响降到最低的唯一办法。如果我不道歉，陆西洲，我要是不道歉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明天的发布会，你必须到场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，让我道歉可以，把他签了。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可以了。明天
不会追随到他。西周，你说他会来吗？会的，夕颜，我一定会让他给你个交代的。快看，他来了！陆西周，你还是像以前那样，又在等待我的屈服吗？盛小姐，请问你没有对林小姐做出那样的事？我承认，我是对林心妍小姐做了不好的事。那盛小姐，你承认自己歹毒，故意欺负林小姐了？是，我确实欺负了她，但她罪有应得。果然，他就是个冷心冷血的毒妇。听说他爸还在坐牢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盛小姐，你爸当年承包了林小姐，你不仅没有丝毫忏悔，还是当事人做出这样的行为，请问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再强调一遍，我父亲盛明轩不是罪犯。盛小姐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法庭的宣判已经下来了，难道说另有隐情？你是不是觉得法律是儿戏，可以任由你来颠倒黑白？盛小姐，法庭已经下了判决，你爸就是个强奸犯，就是个强奸犯。我盛景哥现在是弱，但我就这么一条。我要是再听见谁敢污蔑我爸一句，那我这条烂命建议多拉几个垫背。盛景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道歉啊，陆大律师，你刚刚是没听清是吗？让我道歉可以，前提是我真有错。你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吗？吕西周，我连我们的孩子都打掉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失去的？你有功夫在这质疑我，不如先好好安慰你那清白无辜、需要你负责的实习生吧，可别让人家等着急了。第一次接触庭审流程，好多不懂的地方，还好陆哥有耐心辅导。他说法律的意义在于守护公正。竟然还敢在网上发这些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太太，你的快递。从此刻起，我和陆西周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盛景哥，你又在网上发些什么？现在外面都传夕颜是小三，你让他在律所怎么工作？你能不能消停点？这是离婚证。陆哥，你和景哥姐离婚了？什么离婚证？盛景哥，你又在搞什么鬼啊？说了你没什么。把网上那些东西给我删了。不删，他惹我，我为什么要忍着呀？
你适可而止了。夕颜从来就没有什么错，从始至终都是无辜的。林夕颜无辜，陆西钊，你眼盲心瞎也要有个限度吧？盛景哥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。夕颜等下去做心理疏导，她现在状态很不好，你现在的情绪也极其不稳定。我觉得你可以跟夕颜一起去做心理治疗。陆西钊，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我现在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需要做专业的评估和疏导，不然你再这样下去，跟疯子有什么区别？怎么样，滋味好受吧？比你好受，毕竟我不用一天24小时装病。装柔弱。盛景哥，你还以为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盛家大小姐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跟你爸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金子嘛，是我偷的，证据也是我伪造的。我就是故意要让所有人误解你，要你家破人亡。夕颜，陆哥，我不知道盛小姐她为什么又动手。陆西钊，你刚刚听见没有？她承认了，她亲口承认，就是她陷害的我爸，这些都是她设计的，她也是在装病，她就是为了博取你同情。够了，盛景哥，判决以下，你到底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你的父亲？我的老师就是个强奸犯。我爸才不是，我爸才不是！医生，他的情绪极其不稳定，有明显的攻击性和妄想症状，需要立刻治疗干预。好，陆哥，我知道3楼的李医生很擅长这个，要不我们带盛小姐去看看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陆哥，你要有事就先走吧，这里有我呢。记住，你爸是个强奸犯。他不是。何必呢？你说一句是，就要当到了。好，过来。我说，我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呢。林夕颜，我盛景哥向你有仇必报。夕颜，醒了，从3楼摔下去，只摔坏你一条腿，算你福大命大。可惜呀，没能拉着林夕颜一起死。景哥，
你就算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，也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方式。你知道你这么一跳，给医院造成了多大的麻烦，给所有人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吗？夕颜为了保护你，用手撑在地面，医生说他的手很可能就废了。保护我？他可真会编。不过陆西周一直都相信他。陆西周，如果你过来是想兴师问罪的话，可以滚了，我没兴趣听你说这些。腿上的伤需要换药。别碰我！为什么他要一边关心我，一边还要做出这样伤害我的事？陆西周，我恨你！忍着点，有点痛。陆西周，现在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温柔？金哥，夕颜的手神经断裂，需要移植新的肌腱，才有希望恢复功能。金哥，把你的肌腱给他，作为补偿。我真愚蠢，竟然还会被他的片刻温柔迷惑。陆西周，你做梦！我就算把这双手剁了喂狗，我也不可能给林夕颜一根手指头。我这不是跟你伤，你伤了人，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你没得选，3天以后我会安排手术，这场手术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。3天后，正是我儿子想婚的时间。金哥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你别碰我！金哥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管夕颜的事。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？你还奢望这个呀？好啊，想要回到过去可以，只要你今天在医院陪我1天，谁也不见，我就答应你。金哥，因为你爸对夕颜做的那样的事，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好，一直闹着要自杀。我现在不能不管他。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陆西周，你给不了我想要，我们也回不了过去了。很快，我就会成为别人的妻子。这次，我是真的要离开。发生了一点意外，马上回国接我。位置、时间，海城武德医院。等我。为什么听他说这个话，我心里面会慌乱？
没关系，等这件事情过去后，我就会一心一意的陪着他，我们总能回到以前。盛小姐，顾总在等你。蠢货，总把自己搞成这个鬼样子啊！顾远白，走吧，哥带你去结婚。走。医生，我老婆呢？她怎么没有出来？陆先生，刚刚有位先生接走了陆太太，说要送太太出国。什么出国？她能去哪？哎，她是不是又在里面闹了？陆哥，伤口好疼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西，我这里有重要的事情啊。陆哥，我又想起那晚盛小姐父亲对我做过的事，我好害怕。喂，林小姐，你不要做傻事。哎，陆西周估计还不知道你已经离开了。金哥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想好了吗？跟我走就意味着彻底搅黄我和林家的联姻，就要一辈子跟我绑在一起，做我的妻子。陆先生，林小姐刚刚又在做伤害自己的事。我后悔嫁给你了，陆哥。西，之后你的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的费用都由我来承担。你的事我不会再亲自参与，我会安排人跟进照顾你。陆哥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盛小姐吗？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我的重心不应该也不能只在一个人身上。而且我也答应过景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管你，以后我要跟他好好过日子。我想清楚了，顾彦白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。你要跟盛小姐好好过日子，那我呢？你只是我律所的一个实习生，在家案件受害者罢了。陆西征，我喜欢你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我比盛景哥更爱你。宁熙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我对你只是责任，因为你是受害者。再说，我当时承诺替你走出阴影，是为了减少盛家的罪行而已。责任？难道你就没有一丁点喜欢我吗？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！你如果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要为我一次又一次抛下盛景哥呢？是我做的不好，让你产生误会。还请林小姐以后好自为之。陆西征，陆西征！陆先生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他怎么样了？刚刚已经说过，有位先生接走了陆太太了。不可能，他只是在生生我的气而已。
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不会离开的，他应该只是怪我这样待他。对，他爸还在监狱里，他怎么舍得离开？他应该是在家等我。陆先生，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，陆先生，以林小姐神经的损伤程度，通过针灸完全有希望恢复，日常生活也绝不会受影响。移植手术创伤大，风险高，通常只作为最后的选择。但他本人非常坚持要求做手术，态度很坚决。陆西周，你眼盲心瞎也要有个限度吧？怎么他说什么你都信啊？证据确凿，那证据怎么来的？你查过吗？你查过吗？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我错了？放心吧，妈，那件事情永远都不会败露的。当年伪造证据的是你，除了你和我，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你是我妈，你拿这件事情威胁我，我之前给你的钱呢？全花光了。你当我是提款机啊？我现在没有钱了。妈，你威胁我，当年的事情你可全程都有参与。要不是你趁着在盛家当保姆的机会拿到盛明轩用过的，我怎么可能伪造成功啊，妈？现在你想拿这件事情威胁我要钱，晚了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。放心吧，等我嫁给陆西周，成为陆太太，到时候你想要多少钱，我们就有多少钱。这就是我一直维护的人，也是我一直坚信的正义和事实。陆西周，我求你放过我爸爸，真的没有强暴林心妍。判决体现的是正义，法律不会欺骗任何人。够了，申警官，判决已下，你到底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你的父亲，我的老师，就是个强奸犯？放心吧，陆西周这边我自有办法。等我找到机会给他下药，生米煮成熟饭。像他这种把责任和正义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男人，想不让他负责都难吗？给谁下药？给谁下药？陆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也就是说，当时你跟景哥的父亲什么都没发生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再骗我，下场就是死。陆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我妈，她管我要钱，我不给她，她就要在外面乱说，所以我才编这些谎话骗她的。乱说什么？说你母亲是如何利用盛家保姆的身份去帮你盗取证据。林夕，你处心积虑的伪造证据，误导媒体，利用舆论来陷害我的老师，逼死我的师母，我的景哥家破人亡，你怎么这么歹毒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陆哥，不是的。你和你母亲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在这个里面。当年沈错的案件，我让他回到正确的位置上。这次我要当景哥父亲的律师。陆哥，陆哥，我错了，我做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你的爱就是毁掉我的家庭，逼疯我的妻子。陆哥，我真的只是太爱你了，让我背负了那么多误解和愧疚，把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师送进了监狱。如果这是你的爱，那你的爱让我觉得很恶心。立刻申请对林夕颜和他母亲涉嫌污蔑陷害、伪造证据、敲诈勒索的逮捕令。证据我稍后会提上。另外，用我的名义申请盛老师强奸案重审的程序。对不起，景哥，以后我会加倍对你好。陆总，顾家长子顾念白逃婚娶了太太。什么？
来水。怎么这么早放出我们结婚的消息啊？当然是为了气气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陆西周。他不会生气的，他根本不在意。怎么了，景哥？这段婚姻已经让你丧失了对自己魅力的自信心了吗？以前那个骄傲毒舌，还有点莫名其妙自信的盛大小姐，我可是一直都记得呢。自从嫁给陆西周之后，我和他的人生几乎倒换。我盛家破产，父亲入狱，自己啊！我爸是被冤枉的，而他的公司却越做越大，成为海城的顶级律所。再加上外面的流言蜚语不断，我逐渐被婚姻和现实压垮，确实不再自信。没关系的，景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顾家的大少奶奶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要是有人敢欺负你，公体撑腰。燕白，谢谢你啊。景哥，我喜欢你。其实从小到大我都喜欢你，先别着急拒绝我。我知道你刚离婚，伯父的事情也没有解决，也没有报仇雪恨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愿意等你，可以吗，景哥？经历这么多，陪伴在自己身边的，确实只有顾燕白。顾燕白，我既然已经和陆西周离婚了，就不可能再爱他了。只是我需要一点时间。谢谢你，愿意给我这个时间。陆西周，盛景哥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跟他再也不可能了。只要你忘记这件事情，不起诉我，我还会爱你，和以前一样爱你的。不会的，景哥刚刚都还在，他怎么会突然结婚呢？他虽然说了很多次离婚，但他一定只是在生我的气而已。对，他一定在家等我，一定在家等我。太多人了，先生，太太没回家。这里，我们的结婚照呢？先生，你知道的呀，2年前太太就砸碎了。你又在这闹什么？今天是我妈头七，你去哪儿了？夕颜精神不稳定，我陪她去医院。陆西周，我才是你老婆，你天天陪着一个栽赃我爸、逼死我爸的人算什么？我问你算什么？我差点忘了，你也是帮凶。你爸的案子已经证据确凿了，况且我是站在正义的一方。既然已经碎了，张婶就不用再挂了，拉这层去。证据确凿，那证据怎么来的？你查过吗？你查过吗？那这个我们的毕业照呢？前几天就被太太烧了。还有那个我们在意大利买的纸娃娃呢。先生，你忘了上次林小姐来家里不小心打碎了，太太还发了脾气，
先生觉得太太小题大做。不好意思呀，盛小姐。陆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盛景哥，就这点事情，至于吗？我当时竟然还打了他。是他活该。请问您是陆西周吗？这是您的快递。离婚证，我没有离婚，我没有离婚，怎么回事？是没婚。这人早就计划好要离开了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不，除了我，她不能嫁给任何人。查，马上给我查盛景哥在哪，立刻，马上！陆总，太太她已经乘坐顾总的私人飞机飞往国外了。给我订机票，盛景哥，哪怕你逃去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找到你。先生，您找到太太了吗？老公，闹着干嘛呀？来帮我一下。老婆，你别弄了，哎，走。老公，老公，哎，老公，你理理我。啊，你都不理我。怎么那么可爱？老公，哎，老公，你昨天加班应酬喝了那么多酒，胃肯定不舒服吧？我今天特意早起给你熬的白粥，你尝尝，有点烫。好喝了吧？老公，你工作这么辛苦，我其实特别心疼你。给你个安慰奖。我老婆真好，老婆，老婆，
累了吧？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做自己该做的事。一想到明天就要开始复仇了，怎么会累呢？这件衣服还不错，就是这腰这儿有点紧，喘不上气来。林小姐，这件是我们店内最大的号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胖啊？信不信我让陆哥开除你啊？陆太太，你也知道我是未来的陆太太，还不赶紧给我再找一件？盛景哥，怎么是你啊？好久不见啊，林大小姐。哎，不合身的衣服就不用再穿了，要是崩坏了，多丢人啊！盛景哥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海城了？哎呀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我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离开呢？盛景哥，你要干什么？陆总，还没有查到太太的消息。如果是顾燕白，那他有能力隐藏季景哥的行踪。继续查，我相信我跟景哥相爱这么多年，他一定不会真的离开我的，他只是在跟我闹闹脾气而已。景哥是绝对不会爱上其他男人的。还有一件事，陆总，林小姐在你为太太创办的礼服店里宣称自己是陆太太。林夕，你找死！盛景哥，你敢伤害我吗？我是律师，你对我做的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告你故意伤害罪。到时候，你就和你那个强奸犯的爸爸一起进监狱吧。盛景哥，你不怕坐牢吗？林小姐，你们律师不是最讲究证据吗？这个店里没有监控，而这些员工想必也不想惹是生非吧。再说了，我随便给他们点钱，他们也会乖乖闭嘴的，就像你当初伪造证据污蔑我爸一样。我同样也能伪造证据，把你送进去。盛景哥，真相是永远都不会被掩埋的。不会被掩埋，我爸为什么还在牢里？你和陆西周口口声声说的正义和真相，但你们两个做的却偏偏都是虚伪和龌龊的事。李欣，今天我不会动你的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但是我回来了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现在也该轮到你。盛景哥，陆哥会保护我的，你不能对我做什么。好，那我就好好看看陆西周能帮到你什么时候。什么？盛景哥，先收点意思。放开我！这才对，这个样子才配你这张丑陋的。
那个背影怎么那么像太太？陆哥，盛景哥他……林夕，谁准你在这里？陆哥，明晚陈氏晚宴邀请你，但我没有像样的衣服，我不想给你丢人，所以我才……陈氏邀请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可是以前陪你参加晚宴的女伴，一直都是我。一切。秦哥，今天的晚宴我带夕颜过去。啊，陆西周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才是你太太，你带着她出席，你让我的尊严往哪儿放啊？再说了，今晚是周氏晚宴，我们家和周家一直是世交，你带着一个小三儿出席，你让周家那些长辈怎么看我呀？什么小三？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。我只是带夕颜去见见世面而已。原来我以前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。林夕颜，你犯的罪无可恕。我虽然最近没有管你，但并不代表会放过你。等审批的流程下来以后，我会亲自送你进监狱。陆哥，等我找到景哥以后，我会亲自带着你当他的面道歉。西征还不知道盛景哥已经回来了。先生，太太她……你还想跟盛景哥破镜重圆？不可能了，陆西周，他已经和顾烟白结婚了。顾家可不是你能比的，顾家名门望族，根基深厚，可不是你一个从孤儿爬上来的人能比的。他盼再厉害，你永远都比不上顾家的继承人顾烟白的。陆夕颜，我告诉你，景哥属于我的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先生，太太刚刚在地上的字，求求告诉你们，那个背影和景哥好像。陆总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眼花了，景哥他现在不在国内。我不是说自己打车回家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想你们。好了，今天战况如何？刚开始，哎呀，我就是吓吓李夕颜，他之前不是一直说自己有心理疾病吗？好啊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干脆直接把他逼疯，然后直接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这个是林夕颜的个人资料。这个小男孩是……这个小男孩是林夕颜大学期间跟他同系的师兄未婚先孕生的。那个男人他后来跑路了，林夕颜当时的身体情况又不能打胎，所以他就生下来了，一直他妈妈照顾。所以说，之前林夕颜做这么多，并不是因为真的爱陆西周，可能陆西周是他唯一能接触到有钱的男人了。原来他只是想找个有钱的男人当接盘侠。妈，你在家里能不能做做家务啊？你看看现在像什么样子呀？垃圾丢的到处都是，外卖你也不扔，一股子味。
死丫头，我能帮你带孩子就不错了，还指望我给你做家务啊？我每天在外头那么忙，我哪有时间回来收拾啊？我管你的！你当初说过，只要我帮你弄到伪证，你就有办法拆散陆西周和盛景哥。现在呢，这陆西周、盛景哥都离婚了，也没见得娶你啊。陆西周他肯定会娶我的，我一定要给我的儿子找个有钱的父亲。陆西周，我可以帮你找到盛景哥。你有什么条件？你明天带我参加陈氏晚宴，并且不能起诉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陆西周，你想找到他就只能信林夕，我迟早会收拾你的。我今天必须拿下陆西周。哟，这不是陆大律师吗？我还以为你跟景哥离婚后又找了个天仙呢，原来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要身材没身材，要长相没长相，用出来多丢人。陈小姐，请你说话注意点素质。我对小三有素质干什么？不过我也该恭喜景哥脱离了苦海，不仅脱离了苦海，还找了一个那么有权势的老公。陈然然，说话跟我客气点。怎么说你痛点上了？陆西周，你一个孤儿，是靠盛家资助才读完大学，又是靠盛家的投资才把公司做这么大，怎么现在出息了，发财了，展翼中原了？你这么个凤凰男，景哥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陆总，这么开心的晚宴，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景哥，景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直在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我记得我们已经离婚了吧？景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等你消完气以后，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。你都不知道，我都跑到国外去找你了。我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见我？我们家景哥为什么要接？难道你以为你无论做什么伤害他的事，他都会无条件回到你身边，像一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？陈然然，你给我闭嘴！陆西周，你让我闭嘴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任希言吗？还是爱你愿意受你欺负的景哥？你看清楚，我是陈家的千金。陈家虽然不如顾家是百年家族，但在海城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你又能对我怎么样？陈然然，我跟景哥之间的事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我的事跟你也没有关系啊。在法律上，我们已经毫无关系。景哥，我不想跟你离婚。陆西周，你现在没有资格碰他。陈然然，你给我滚开！陆西周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你对我说的话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威慑力。如果不是景哥爱你，不在乎阶层，下嫁给你，就凭你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你能拿下当年骄傲的盛大小姐？陈然然，我以前虽然是个穷小子，但现在你敢用这种话来刺激我，你信不信我对付你们陈家？我是个顶级律师，你竟敢保证你们陈家毫无污点，经得住调查？我的手段你很清楚的。陆西周，然然说的没错，你大可以考虑重新认识我一下。我要让你好好看看，当年的盛家大小姐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到底有多冷漠。景哥，哎，别这么亲热的叫我，毕竟我已经结婚了。陆西周，我现在可是顾太太。我不承认，景哥，我不承认。那份离婚协议是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签署的，在法律上，离婚协议在双方不知情的状态下签署是不成立的。所以，你现在是想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我了？
那应该怎么判断你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呢？或者说你当时自愿，后面后悔也说不定啊。这种主观思维是做不成证据的。陆西周，我知道法律确实是你的武器，但也不是你随意撒欢的地方。金哥，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你至今都觉得我在和你闹，陆西周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我和你闹什么？我已经和上面起诉了，告你滥用职权，并且和林希言污蔑我爸的事。金哥，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交代的。不需要，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盛家大小姐了，无权无势，可我现在是顾太太，100年家族的顾太太，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。陆西周，我们还是回到了过去，我上你下的位置，你再也无法掌控我的人生了。金哥，顾衍白他不爱你。他不爱我，难道你爱我是吗？我爱你。陆哥，闭嘴！都是因为你，才让我和金哥走到了今天的地步。哟，开始狗咬狗了。金哥，我爱你。爱我就是把我爸送进监狱是吗？这样的爱，真让人不可惜。让我背负了那么多误解和愧疚，把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师送进了监狱。如果这是你的爱，那你的爱让我觉得很恶心。和林希言有什么区别？对不起，金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陈小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想必大家还不知道吧？陆西周是盛家资助的孤儿，后来费尽心机成为了盛家的女婿。他陆西周就是个白眼狼，他亲手送自己的岳父进了监狱，还逼死了自己的岳母，同时还出轨自己的寓所的实习生林希言。这样的人毫无底线，不配跟我们合作。这小三长这样，陆总真是瞎了眼了。我不是小三。如果你不是小三，那陆总今晚怎么会带着你出席？他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是未来的陆太太。陆哥，只要你今天承认我是未来的陆夫人，我明天就去自首，澄清是我诬陷了盛景哥的爸爸。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围攻你，觉得你品行败坏。如果你坐实了，海城所有的公司都会跟你解约的。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跟我合作，稳住他们。你在威胁我？陆哥，这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也是律师，肯定知道，就算是上诉了，这个官司过了那么久，查起来一拖再拖，盛景哥他爸一时半会儿还是放不出来。但如果我自首的话，他爸马上就会被放出监狱。无论如何，都必须逼陆西周去。盛景哥，你命确实好，找到了顾衍白，但我有眼线，争了这么久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陆西周，哪怕是不择手段，我也要一条路走到黑。陆总，请问你和黎希言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陆西周，我知道你的答案。没错，她就是我未来的陆太太。果然。那刚刚又是谁口口声声说的爱景哥？对不起，景哥，我这都是为了你。够了，陆西周，我比谁都了解你。你做这样的选择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你永远都是以利益为先做事。现在的你，只是做了你觉得对的选择，但真的对吗？陆西周，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身边这个女人有秘密瞒着你？我不在乎。那你还真是爱她呀，连她有孩子都不在乎。我们的陆总就任性当爹呗。什么孩子？盛景哥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哪来的孩子？请问，这里有谁认识这个小孩？妈，哥哥已经来带你找妈妈了。那你知道你妈妈是谁吗？孩子？等等，你是顾衍白？是顾衍白，我之前在宴会上见到过他。顾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这就是顾延白。陆总，顾家那边同意达成合作。可是我跟顾家没有任何的交集，可能是看中陆总您这个潜力股吧。那个时候我事业刚起步，不仅得到了盛家的帮助，还有顾延白。现在想想，顾延白不是在帮助我，而是在帮盛景哥。当然是陪我美丽的老婆来参加这个宴会啊，只不过在门口啊遇到这个小朋友迷路了，他说他妈妈在这里面，本少爷呢就全当做个好事。来，宝宝，告诉叔叔，你妈妈是谁啊？不，他不是的。放开！放开！我不是你们，我未婚未育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啊？瞧陆总这样子，应该是不知情的。不过林小姐要是真有这么大的儿子，陆总却不知情，那陆总真是被这女人耍得团团转。找我们陆总当棋牌傻呗。陆哥，不是的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骗过你。哎呦，宝宝，死丫头，连宝宝都不认了是吧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里当保姆啊。这孩子趁着我不注意，就跑到了宴会厅上。夕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这丫头，哎呀，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了？这让孩子听见了，得多伤心啊！妈，你胡说些什么呢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你这丫头啊，在胡说些什么啊？你忘了吗？这孩子是你在上大学的时候，跟你的学长生的。这男人跑了，就留了个你。当时他未婚先孕，还被我骂了一顿。啊！宝宝，姥姥这就带你回家。哎呦，年纪轻轻，城府不强，这个女人真是心机深沉，败坏名声。陆总，你还要吗？这个女人真是心机深沉，败坏名声。陆总，你还要吗？如果我说了要，大家会觉得我很愚蠢，被一个女的玩得团团转不说，还不回头，这样我的名声会受到影响，公司也会受到影响。陆哥，我求你再帮我一次，我明天就去自首。我是想救景哥的父亲，但不能因为救他而毁了自己好不容易打拼来的事业，不然我这一辈子都赶不上顾延白，也得不到景哥。既然不忠诚，那就不要了。他又选择了对自己最好的。我一直都觉得这女人好眼熟啊！哎呀，这不就是当年指证盛明轩强暴的那个女人吗？这不就是当年指证盛明轩强暴的那个女人吗？没错，各位，她就是当年指证我父亲的女人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这个女人心机深沉，一心只想攀高枝，满嘴没有一句真话。所以当年我父亲的事，到现在我都没有认罪。不过我已经重新向上级提出申请，重新立案调查了。我始终坚信，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，而他的保护伞也不再管用了。同时这次我将派出顾家顶级律师团为我爸保驾护航。顾家律师团在业界可是数一数二的。各位，我也坚信我岳父是被冤枉的。当然，我们肯定相信顾少说的。我们难道不相信顾少，相信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吗？爸，现在没人敢再冤枉你了，包括陆西周。说好的，如果我帮你指证我女儿，你就给我50万。为了50万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出卖啊！还有没有少块肉？看来尊严在你面前一文不值啊！哼，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啊！
赶紧给我拿钱！啊，抱歉啊，没钱。你言而无信。对你这样的人还需要讲什么诚信吗？当年是你给林希言做的伪证吧？毕竟当年能直接接触我爸的，只有当时身为盛家保姆的你。你少诬陷人！你爸的事儿和我没有关系。啊，你可以不承认，反正真相马上就水落石出了。妈，你刚刚怎么能背叛我呢？因为我们承诺给他50万啊。没错，并且他还愿意指证当年是你故意做的伪证，诬陷我爸。我没有，你别听他们胡说。林希言，你妈什么德行你最清楚。一个为了钱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在宴会上颜面尽失的母亲，同样也可以为了钱把当年的事供出来。不可能，还是我妈，不会背叛我的。所以你承认当年是你做的伪证了？表情这么害怕干什么？林希言，我没说现在收拾你。哎，猫捉老鼠的游戏玩过吧？我会一点一点折磨你，直到你断气，然后再一口吃掉你。盛景哥，随你怎么说，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是不会承认的。我们走。景哥，当年盛家的监控录像找出来了，里面清晰的记录了，确实是林希言的妈妈潜入你爸妈的卧室，偷了他们用过的避孕套。你为什么不报警抓他们？叶白，这远远不够。我爸坐牢，盛家破产，我妈直接被逼死，我被他们欺负了这么多年，要是这样直接把他们送进去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把林希言逼入绝境，让他无路可退。景哥，景哥，抱歉啊，陆总，我老婆比较怕生，不要靠太近，而且前夫哥离得太近，你会吃醋的。陆言白，景哥跟我是夫妻。哦，是吗？可是，在法律层面上，景哥现在是我老婆。你怎么出门还随身携带这个呀？证明我身份的东西，我当然随身携带了，免得有人认不清现实。陆言白，你这是趁人之危。我跟景哥之间只是闹了一些矛盾，不是不能好了。我只要跟他解释清楚，我们就会再在一起了。哎呦，老婆，你看看，你当年就是对他太好了，搞到现在还觉得你离开他不行。陆言白，少在这阴阳怪气的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不许欺负我老公！你老公？你叫他什么？没听清吗？我现在是顾眼白的妻子。老婆，你呢？先去那边休息一会儿，我跟陆总有话聊聊。陆西周，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，让你觉得我顾家的继承人好欺负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景哥，你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。如果当年盛家没有资助，你去哪里认识像景哥这样的大小姐？你呀，就是人生路走得太顺，以至于你自信心爆棚，让你认不清我们之间的阶级差距在哪里，觉得景哥好欺负。如果你听不懂，我可以说的再难听一点，你陆西周就算再努力40年，也赶不上我顾家的一根脚趾头。我之前确实用过顾家的权势帮过你，那是因为有景哥在。既然现在你跟景哥没有任何关系了，那你在海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什么意思？从今天开始，海城各大家族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合作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让他认清了现实，一个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应该认清的现实。
不然啊，让他以为我老婆有多便宜一样。走吧。你是不是要彻底毁了我才罢休？我又没做什么，你这死丫头发这么大脾气干啥？你还没做什么，你今天在宴会上差点毁了我。本来陆西周已经愿意承认我是他的未婚妻了，我再找个机会给他下药睡了他，找记者曝光他，他就一定会娶我。结果呢，你跳出来毁了我所有的计划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我林夕颜是一个不知廉耻、想要攀高枝的女人。你满意了？好了，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怀疑当年那件事情是我诬陷的盛明轩了。本来就是你故意栽赃的盛明轩。我怎么能有一个你这么蠢的妈呢？陆西周现在要起诉我，我迟早要坐牢。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妈，你别忘了，当年那件事情是你做的伪证，你也是帮凶。我要是坐牢，你也不会好过的。林夕颜，你妈什么德行你最清楚。一个为了钱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在宴会上颜面尽失的母亲，同样也可以为了钱把当年的事供出来。盛景阁真正想对付的人是我，如果他愿意放过我妈并许诺给我妈好处，那我妈肯定会背叛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怪瘆人的。妈，我现在不能再有一点意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景哥，笑什么呢？有什么好事儿？林夕颜伪造精神科证明，将他妈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那看来白天的挑拨有成效了。林夕颜现在是骑虎难下，他应该绝不允许自己身边的人再有这样的意外发生。他妈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那他儿子应该没人照顾了吧？你想做什么啊？陆总，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。现在所有公司和我们律所都断了法务合作，如果再想不出解决方案，那我们公司将会面临倒闭的风险。我打拼了一辈子的事业，不过顾燕白一句话就岌岌可危。季主任，我想追回景哥，没有景哥，我要这律所有什么意义？可陆总，太太她现在已经是顾家的大少奶奶。景哥他是不会离开我的。我跟景哥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们互相相爱，他是不会离开我的。他只是在生我的气而已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离开，可景哥不会。哎，先生，要不通过太太以前的朋友邀请太太出来玩？不，陈然然她是不会理我的。先生，太太可不是只有陈小姐一位朋友。抱歉啊，早早，路上堵车，我来晚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景哥，景哥，是我让周小姐约的。你即使不给我面子，也应该给周小姐个面子。是啊，景哥，人家也很久没见你了嘛，也想你了。行，那我就给我们周大小姐一个面子。景哥，我知道我曾经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向你道歉，给你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啊，还有你爸的事，我已经让齐助理去上诉，开始翻案了。景哥，你干什么？
陆西周，我伤了你，再和你道歉，可以吗？景哥，你要是还生气的话，你随便都可以。不，我没生气。景哥，你不生气吗？我是恨杀了你。景哥，你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好，你可以恨我，你能不能别离开我啊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当然是我邀请林小姐来的呀。陆哥，滚！别让我说第二遍。哎，西周，对我们林小姐这么凶干什么呀？盛景哥，干什么啊？景哥，景哥，司长，我好疼！林小姐，你为什么推我？我没有啊，陆哥，是他故意陷害我的。难不成我还能让自己受伤吗？林夕颜，谁准你伤害景哥的？啊！夕颜，盛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呀？西周，我没推他，是他自己摔的。难不成我还会伤害自己吗？盛景哥，谁准你伤害夕颜？陆哥，我的手好痛啊，你先扶我去医院吧。西周，好疼啊，送我去医院行吗？景哥，对不起，你以前一定受了很多委屈。送我去医院行吗？陆哥，我真没推他。滚开！林夕颜，我曾经受的痛，都要统统还给你。看见了吗？这男人心里有你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一旦这男人心里没你，就算你在他面前呼吸，他都会不耐烦。林夕颜，你的报应随时但到。我绝对不会认输的。哎，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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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老婆流了好多血，快来看看。伤口没什么大碍，消个毒就好。这么浅的伤口，再晚点送来，自己就愈合了。陆哥，这看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景哥。陆大律师，好好的道什么歉啊？医生说夕颜流血过多，贫血，需要输血。医院的血库告急，我记得你跟他是同学系，这件事是你弄出来的，你应该负责到底。是陆西周，你有病吧？他那点伤口再晚点来就愈合了，好吗？景哥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你眼瞎是不是？你没看见是他自己摔的吗？我只看见是你推的，输血。这事没得吵。先生，您太太晕倒了。景哥，景哥，你太太怀孕了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啊？怀孕了？怀孕了，但失血过多，胎儿不稳。
金哥，你之前打掉的孩子，是不是因为本来就留不住？是，就是因为当时要给林心妍输血，导致我身体亏损，没有办法还阳。对不起，我是混蛋，我是混蛋。陆西周，当时因为林心妍让我给她输血，现在你要是知道错了的话，那就让林心妍小姐给我输血，为我赎罪吧。不要，陆哥。林夕，该你赎罪的时候了。怕什么？谁让你破戏？陆哥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刚刚收到法院的传票。你想我帮你啊？陆哥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陆哥，可怜可怜我，我如果进监狱的话，我的孩子只能去孤儿院了。看在我这么可怜的单亲妈妈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放过你？那谁来放过我那个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孩子？陆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陆哥。林夕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。什么？我跟景哥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你造成的。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我现在不管你，只是因为景哥现在想玩你。等他玩腻了以后，我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，将曾经你对他的伤害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全部还给你。看见自己的结局了吗？盛景哥，到底怎么样你才会放过我？放过你？没人能放过你。我爸不会答应，我妈不会答应，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更不会答应。林夕，你的结局只有一个。什么？家父身亡，然后孤独的在牢里生活。干嘛呢，儿子？怎么能吃这个呢？妈妈，我好饿。对不起啊，儿子，妈妈马上给你做饭啊。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。你怎么能把这么小一个孩子一个人放家里？对不起，医生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吧！我尽力而为，你先去交费。好，好。我只是陆西州律所的一个实习生，每个月工资不高，平时都用来养妈和孩子了。现在急用钱，竟然连100块钱也没有。喂，齐助理，我能不能先预支2个月的工资啊？林夕，你已经被陆总开除了。喂，为了你孩子，赶紧凑钱吧。陆哥，陆哥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陆哥！
林夕颜，陆总说了，你的事情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陆哥，你就一点都不念我们以后的情分了吗？陆哥，笑话，林夕颜，之前陆总帮你打官司是因为站在正义一方，后续照顾你是因为盛家犯的错做的补偿，和你哪来的情分？一直以来都是林小姐自作多情罢了。秦助理，说话这么冷酷干什么？李希言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？当然了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你真愿意帮我救我的儿子？盛景刚，啊不，盛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挑拨你和陆总的关系，我不应该陷害你爸。如果没有我的话，阿姨也会活得好好的。盛小姐，我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认错，我认。只要你能救我的儿子，我替你妈坟头下跪都可以，我给你下跪也可以的。盛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儿子吧！这些可远远不够。那你还想让我做些什么？自首。不，我不能自首。我自首了，我的儿子谁来照顾啊？他们会把他送到福利院去的。盛小姐，除了这个我都能做到。自首，并召开发布会，公开向盛家道歉。林希言，这是我能救你儿子的唯一条件。不，我不能自首。喂，你家小孩情况危急，你钱筹的怎么样了？马上就能准备好，你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盛小姐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钱已经筹到了。不久前，在台上认错的人还是我呢，真令人唏嘘啊。金哥，抱歉。你除了道歉还会说什么？是我太狂妄，骄傲自大。陆西照，一会儿林希言在台上说出真相的时候，可能会牵连到我。你在担忧我？担忧你？各位，当年是我让妈妈做了伪证，诬陷的盛明轩。我因为嫉妒盛景哥，所以在这里，我要对盛小姐说一声抱歉。如果不是我，盛家就不会因为舆论破产，她妈妈也不会自杀。盛小姐，对不起。但这件事情，光凭我一个人是完不成的。请问你还有帮凶？有，陆西周，他就是我的帮凶。当年陆西周为了拖盛家下水，特意找到了我，他承诺我只要完成这件事情，他就会一直照顾我，给我钱花。这就是陆西周这么多年一直把我带在身边的原因。我承认，我是诬陷了盛明轩，但陆西周，他才是主谋。这些都是你让他这么说的吗？你让我爸受尽了冤屈，我现在不过是把这份冤屈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代替我爸原来的位置，在牢里度过余生吧。你对我恨得竟然这么深！我说过，
我恨不得杀了你，可你偏不信。景哥，我爱你啊！可你的爱让我觉得恶心。林小姐，你跟我们走一块儿。大爷，陆总，请问陆总，陆总，各位，他说的都是假的，请不要听他胡说。陆总，咱们先离开。原来他真的不爱我。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探望你的儿子。谢谢。我比你厉害。可乐儿，你真棒。是阿姨，我也乖乖听话哦。只要妈妈回家我装一岛，你就给我买汉堡鸡腿。真乖。盛景哥，你骗我！骗你的可不是我，你算计我！我说过我会让你家破人亡的。现在你母亲也被你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你儿子也成为了让你间接进监狱的帮凶。这种感觉怎么样？盛景哥，你就不怕我反水，说陆西周不是主谋？随你了。你是主谋，你判的多；陆西周是主谋，你判的少。怎么权衡？我想你心里应该有数吧。毕竟你儿子还这么小，他要是一直在孤儿院里待着的话，万一遇到一些坏同学、坏朋友霸凌他，你不得心疼死啊！盛景哥，李显，你已经输了，你应该接受你的惩罚。盛景哥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开！爸，对不起。陆西周，你当年送我进监狱的场景，我还记得。爸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太年轻了，以为世界非黑即白，一直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和公平，也是这样才让自己蒙蔽，做了很多错事，甚至还害了你。西周，我不怪你，因为你自身的成长环境是看不到更高层的东西，而且你依据当年所谓的铁证做出判断，那是你的职责所在，在法律面前，证据为先，这个道理我懂。但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无法原谅，也无法接受你对我女儿以及这个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。爸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。无法接受我的女儿，我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在你身边受了那么多委屈和折磨，还让她承受家破人亡的痛苦。我知道吧，我都知道，是我让景哥受委屈。西周，法官宣判我无罪，法律还了我清白，但你和景哥之间再无可能。你要是还有点心，就不要再纠缠我的女儿。但是我爱景哥，爸。可你的爱带给我女儿的只有伤害，而且你现在自身难保，你拿什么去爱？况且有些伤害造成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辛苦你了，我的宝贝女儿。岳父，景哥这些天为您真是尽心尽力了。爸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顾彦白。
我的，你的什么？哎呀，你的女婿。爸，你又拿我开玩笑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女婿。他的眼中竟然完全看不见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走，金哥。陆西周，你在这干嘛？金哥，我们好好聊聊好吗？金哥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只是你要我好不好？能不能别不要我了？我们还能回到以前一样啊？金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陆西周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人命，隔着我父亲这么多年受的屈辱，隔着我们未出生的孩子，还有我这么多年受尽的折磨和委屈。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做我们才能回到过去？金哥，当年那件事情，我不知道是林夕颜他去做了伪证，我要是知道，我怎么可能把爸送进监狱？我只是……生活不是演戏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为什么是他？我不相信你会喜欢顾言白。我迟早会爱上他的，因为我到现在才弄清楚，我和顾言白才是一类人。我们出身富裕，内心善良，尊重伴侣，都有家族的荣耀感。我们会共进退，不会因为观念不合而耻辱对方。而陆西周，你不行，你从小一直一个人长大，根本不知道家族这个词的重要性。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那些所谓的正义和利益，没有妻子和亲人。就因为他比我强，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。陆西周，我们两个注定是要分开的，因为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所以我们三观不合。是，我们是相爱过，但那也不过就是短暂的勉强，仅此而已。我竟然到现在才弄清楚什么叫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不是两个有钱的家族联姻这么简单，而是两个家族共同教育出三观一致、目标一致的孩子。你把我们的相爱定性为三观不合，你后悔爱我了？你能问出这个问题，就说明我们三观不合。金哥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刺痛我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真是受不了了。盛景哥，你别逼我。我们的离婚协议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，不管是不是我的主观意愿，我都可以让离婚协议失效。那你还挺厉害的。景哥，在法律程序上面，单方面的胁迫与重大的误解签署的离婚协议是可以被撤销的。我只要向法院去申请，去证明我当时并非真实的意愿，那我们的离婚证就会失效。你这一辈子都是我老婆，至于你跟顾言白，那就是重婚。一旦重婚罪成立，不仅仅是顾家也会受到牵连。你威胁我？金哥，我只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，我只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。燕白，陆西周，威胁一个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？顾言白，老婆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能欺负你。这就是有靠山的感觉吗？顾言白，我知道你的家族权势滔天，但我陆西周光脚都不怕穿鞋了。我只想景哥留在我身边。回到你身边做什么？陆西周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一无所有，还被林夕颜一口咬死，惹上官司，你还能给我什么？你什么都给不了我为什么要和你回去啊？陆西周，你要是还有一点男人的尊严，就放过我，乖乖坐牢吧。陆西周，你现在只能嘴上耍硬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陆总，警察已经上门了。陆总，警察已经上门了。陆西周，
陆旭州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曾经爱上你，嫁给你。现在我可以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我们两个永远不曾相爱过。青哥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否认我们曾经相爱过好吗？我曾经爱你，是因为那时候的你是一个敏感多疑、被人瞧不起的孤儿，沉默寡言，又自卑懦弱，看着还怪让人心疼的。可是我又问了我自己，我真的爱你吗？青哥，我求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陆西周，我爱的是那个少年，不是你。爸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金哥，你妈妈不在，婚礼的事我做不够仔细呀。爸，这些事有我和燕白呢。金哥，法院判了，结果呢？林心妍3年，陆西周5年。那陆西周没有提起上诉吗？没有，他跟律师说放弃上诉，因为他要赎罪。金刚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一个那么懂法的人，竟然不愿意保护自己。金哥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也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。哎，燕白，你快来看一看，我们婚礼到底用哪个宴会厅啊？我和爸选的头都大了。好，我的新娘